最近在翠上面滑到一位南部北漂的青年，他抱怨在北部找不到好吃的干面，结果留言区一片刷起来，大家都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来过基隆。没错，这就是基隆的骄傲。对我们这种爱拍美食、爱吃美食的人来说，基隆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在必比登推荐的区域里面，实在是太过分了。基隆的美食之所以特别，跟早期码头、港口文化息息相关，吃的东西都带着一种在地历史的印记。这集我们就用几个小故事陪大家一起享用基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也顺便带大家看看今年500碗名单里面基隆出现的亮点吧。这家是深美早餐屋成功店，我们来基隆这么多次，竟然都还没有吃到炭烤三明治。因为每次出门的时候呢，都太晚了。我们来到基隆的时候呢，基本上炭烤三明治是都收摊了。基本上这算是基隆的经典美味，我们既然没拍过，太夸张了，所以就来试一下。深美这一家呢，它其实有3家分店。那我们今天会挑成功店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比较顺路啦，等一下在旁边吃东西，那它的评价也还蛮好的。我们今天点的品项呢是总会三明治，我觉得它非常贴心，因为我刚刚包装一拆开来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子切成2半了，非常好入口。里面是有一点花生酱的，所以滋味还蛮丰富，而且可以综合掉美乃滋的那种微微腻感。因为我比较不爱吃美乃滋啊，那我觉得它的吐司呢烤得蛮好的，外面你可以吃得到那种吐司，烤过之后呢是有点酥酥的，可是呢里面还是非常柔软。其实他们这边最特别就是说里面会带一点花生酱，然后每一家的那个美乃滋会不同的风味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包装的非常的平均，整个画面很好看，比例很好。它的肉松啊，非常强烈的咸香，再给你一个浓厚的蛋香，之后呢，用清爽的小黄瓜去让它综合一下，整个搭配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拿还没咬过的这一半给大家看哦。你看这边面包皮啊，薄薄的，所以咬下去呢，你可以很明显的吃到那个料的感觉，而且它每一层呢分布的很均匀，所以吃下去啊层次分明。虽然说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传统三明治的样子啊，可是可以吃得到它的精髓其实是精致的。我跟你讲，它这咬下去的那种爽感，我觉得是一般我们吃美而美是没有办法吃不到的这种滋味的，所以要到基隆来吃才有。我们来到基隆那么多次啊，其实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卖炭烤三明治。那到底为什么基隆会有这么多炭烤三明治呢？是要讲到195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基隆那个港口呢是美军的聚集地。那因为他们人在外地啊，非常想念故乡的滋味，所以就跟当地人点餐可能因为文化跟语言的隔阂呢，所以诞生了这种特殊的三明治，结合了这个外来文化以及在地文化。那其实呢，营养三明治也是这样的产物。其实就是有一点洋化，其实这边有很多食物啊，都是有一点点带这种港口特色的。对。另外一种说法，当初大家在想要吃这种洋派餐点的话呢，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所以呢，这边的人呢就想出了，我们来制作一个平价版洋食，用在地的食材啊，加上这种木炭烤吐司的做法，变成了现在的炭烤三明治。不过现在来讲的话，我喜欢吃这个大鱼洋食，其实是比较美味，比较合我们的胃口啦。我觉得就是感觉很赞。现在在成功黑白炒咖喱面，我们上次来已经没有堵到了。我们这次呢，在它的营业时间里面来，现在才11点15分而已，还是没有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 Google 上还是写说营业中哦，而且它关的时间是下午1点半，很可惜，我一直很想要试试看这一间，没堵到第2次。的味道而且我们今天突然发现啊，我们在基隆看到很多的市场，它其实都是室内的，不知道是不是跟基隆很常下雨有关系？有没有基隆在地人可以解答呢？
这一间是正丰鹅肉，在今年的500碗里面呢，得到了2碗，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全台湾的这些店家里面呢，得到2碗的其实只有28家店而已。那今年呢，基隆就占了4家，包含我们刚刚看到的黑白炒咖喱面也是2碗。但是很可惜啊，就是我们扑空了2次，希望下一次就能够成功的许愿一下。我们刚来这边呢，问到隔壁桌的阿北，然后他说鹅肉之外呢，生鱼片一定要点的，因为划算。然后我们就跟老板点了200块，就来了这样的东西。我们跟老板问说，你有没有多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拍，你多给我们？他说没有，200块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来吃200块就应该是要这样啊。如果没有，你找老板，不要找我。对啊，我已经讲过了，真的很划算。如果真的是哇，这个分量的话，真的很厉害，200哎。鹅肉很好吃，多汁鲜嫩。你看，我可以把它整个咬掉。那他们家点鹅肉呢，是你要站到摊子前面去选大小只啊。站到那边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闻到那种鹅油的香气，然后烟熏的香气。对，然后他们很特别是说，鹅肉切一切之后呢，就要整个进到卤水里面。他们卤水非常好吃，够味，但是不死咸。它那个味道啊，其实是带了一点点甜味的，所以你可以吃到你咬下去的鹅肉的时候，鹅肉里面的汁啊会透露出点甜甜的烟熏的味道，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再加上鹅油的鲜美。他们家鹅肉一份一份的话呢，它就是选大小只，然后前后胸。可是有时候呢，不一定你有小只的后胸，因为像我们比较喜欢吃后胸的话，它的油脂会比较多一点点。那我们今天因为就是只有2个人的话，只能点小只的，它又刚好只有前胸。可是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它的这个前胸呢不算是干柴的，很棒。吃一下生鱼片，200块可以吃到这个昂刚，它的鱼肉还在发亮，是很新鲜的，品质真的很好。我刚刚一来的时候啊，隔壁的阿伯说，他一定要点他的生鱼片这样子。我刚刚太专心的在数生鱼片的数量，我们这一盘15片，这样200块，而且它每一片都还蛮厚的。每一种鱼都很新鲜，你看那个样子都在发亮。对，然后切的厚度我也觉得蛮满意的。它吃起来的口感啊是很正确的那一种，然后甜度呢又很赞。我刚刚问老板说今天什么鱼好吃，他说什么都好吃，如果不好吃我就不会买了。它鲑鱼也是蛮肥的，不过我们最推的是红干，这甜度真的很赞。可是呢，就连这个大家平常比较没有那么喜爱的旗鱼都非常的好吃。我觉得是鲜呐。这一盘是下水韭菜，我们刚其实已经偷偷一直在吃一点了，蛮大盘的。那里面呢东西很丰富，有鹅肠啊、鹅肝、鹅胗，然后韭菜也看起来很新鲜，来吃一下。它炒的好香哦，我觉得他们家的调味很刚好，就是无论你要不要配饭，或者是要不要喝酒，它其实都很合适。就是要喝酒，我很想喝，可是我开车来要白天的。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分量都还蛮大，而且这一盘200，我觉得真的很划算。那刚刚老板娘啊，她拿了一个他们的招牌，那个叫什么？红烧鳗。对啊，看起来很好吃。她说你下次来一定要点这个。我跟你讲，这家店呢，就是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友善，因为这样我们等一下后面就会不知道怎么拍下去。可是大家来的话呢，真的是吃一家就可以很饱足了。你没有跟大家讲这一盘多少？这盘鹅肉我觉得335，我觉得说实话，一般人来你就点2碗面，然后跟这一盘你就吃得饱到不行。我们已经是切小只的了，那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抱怨，就是说他们像我们一样2个人来，食量没那么大，有没有再更小份的？可是真的不行，它就是这样子算是半只的在那边。这是鹅肉对啊，哇，很赞我觉得基隆人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这种东西真的是唾手可得。我今天我想要吃鹅肉，我走出家门，然后骑个摩托车5分钟就有，太羡慕了。
家是东林煎饺，它只有一种口味，我们放在名单里面非常久了，今天终于吃到。那有人说呢，它是披着羊皮，也不是披着水煎包的煎饺，它真的非常大颗哎，披着水煎包皮的煎饺。对。一直在滴汤汁哎，这么好吃。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人拍过这间，然后人家想说，你为什么要拍一间这么多人拍过？可是我就会好奇啊，因为看起来就很好吃啊。它里面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味道，韩国香麻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它可能是有麻油的成分在里面，很香很香。刚外层是淡淡麻油香气，在吃到里面去的时候呢，胡椒香就跑出来了。那它其实里面呢是以菜为主角，肉呢跟虾米呢就是微微的点缀啊。可是它可以让整个蔬菜吃起来更鲜甜。我很喜欢那个虾米透露的那种胡椒的香气一起，好好吃哦。这难怪那么多人推，它也是一个简单的美味。我现在吃一口，我跟你讲，我马上回家就会想念它那一种。我刚刚想说啊，点5颗小意思啊，结果没想到它的1颗这么大颗。我看评论里面大家都说，你点个3、5颗，我说3、5颗怎么吃得饱？这一颗很大，不过我应该要吃10颗我才会爽。然后它其实呢没有最低应该要点的颗数，你要点1颗也可以，2颗也可以。我想说，这家的规矩很特别，原来是这样，这么大颗。我跟你讲，如果是我那边吃啊，我可能先点个5颗吃一吃，然后我一直跟老板，老板再1颗，老板再1颗，就不知不觉吃到15颗之类的，不知不觉变成黑名单。对对对。它的底部啊，真的是非常的脆，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那个皮非常的薄，好好吃，好喜欢哦。来来来，你加醋哦，加醋更好吃，好好吃哦。整个鲜香感又更提升了。我好喜欢这个味道。我刚先偷喝了一口汤，这个汤啊一下去就会让人喜欢。靠近的时候呢，有淡淡麻油香，看起来像排骨酥汤那样浓郁，喝起来呢却是白菜的清甜。哦，这一间也是500碗2碗的，我觉得2碗的东西都很好吃哎。醋喝起来微酸微酸的，那我觉得醋呢可以更提出它白菜的鲜甜。我跟你讲，它那个鳗啊也是有带甜味的，所以很好吃。这种各种的甜味，然后搭上那个醋，真的非常的香。它这个鳗啊，在捞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不太一般，因为一般的红烧鳗呢，它捞起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像这么柔软。我还没吃到啊，我来吃一下。哦，另一方面，它这里面的鳗也蛮多的。这一碗75吗？90了，因为它旧的照片里面写75，可是90我觉得是很划算，因为料够多。它已经开蛮久了，开60年了。对。这家呈现的是一个蛮精致的小吃感，因为其实一般我没有很爱吃红烧鳗，它一般红烧鳗味道都会处理得很重很重，但是呢，它就是有味道之外呢，又能够凸显食材的原味。我觉得这一碗拿到台南人也会接受的那种，可以比拼的。要不要点卤肉饭？结果你看到隔壁桌点了，你也忍不住又加点。我马上就看到人经过，我就跟他说：“来一碗卤肉饭。”真的受不了。他这个是我最喜欢那种天一香的那种形式，应该是基隆卤肉饭的特色，就是对对对，有点手切的，然后肥油很多这样，可是它应该口味不会太重。基隆就是这样，试试看。先帮大家把上面的卤肉都吃一些。我跟你讲，这家的东西很厉害，它跟表面上呢吃起来都不一样。表面上就让你看起来哇很有食欲，这个色香味俱全，颜色很浓。可是你吃起来呢，却很淡雅，不是没味道的淡口哦，是淡雅哦。
我跟你讲，基隆卤肉饭啊，跟大家不一样，很多那种台北啊，或是台南那些卤肉饭很好吃的啊，他们都像是那种《三国志》里面主角啊、吕布啊什么很会杀敌的那一种。那这个就像诸葛亮那种，就是不生不涩，然后很文的感觉，然后不生不息踹你一脚，非常的狠那种。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卤肉饭就是长这样子。它的白饭也煮得很好，粒粒饱满、晶莹剔透的。我们其实，在评论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不能点卤肉饭，你要点白饭，因为大家都会把这个羹汤呢浇过去。我们来试一下。我喝到第一口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所以你看，我刚刚就是把上面的卤肉吃一吃，然后现在又想要贪心的吃第3种吃法，啊、像那个鳗鱼，日本的鳗鱼三吃一样。对，这里蛮有那种感觉的哦。它泡过去之后，汤非常适合淋饭，就变成高丽菜汤饭了。没错，因为它那个甜味很重，然后加上那个米饭会受不了的。我跟你讲，它这个卤肉的那个汁啊，也非常的黏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吃法是对的，先把上面的卤肉那一层呢都吃掉之后，哇，再下来那个甜味的冲击呢，3重享受。这间我很喜欢。我更喜欢这种泡汤饭的吃法。那你会想要点卤肉饭，还是直接点白饭？还是卤肉饭？3个吃法更厉害。对，多一个爽度这样。大家浇完白饭之后，这家的汤还可以免费续哦，超赞。这一家是阿信咖啡店，我们点了一杯美式咖啡，还有艺妓双擎，它已经融了，我们必须先吃，等一下再介绍。先再说。很浓郁的咖啡香，再加上淡淡的奶味，这咖啡很赞哎。这家咖啡店的特色非常艺妓，它除了这个双擎之外呢，它还有艺妓冰滴，还有艺妓布丁。我觉得真的是用的非常好的料，因为通常艺妓呢就是一个比较拿来手冲的咖啡，就比较贵的品种。我们一般在吃到咖啡口味的冰淇淋的时候呢，这个会蛮像罐装咖啡的，可是它的冰淇淋呢，像是手冲的味道，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好吃，大人味。我个人吃甜点一个很大的准则就是看吃完之后你的口腔是不是舒服的，因为你如果糖太多或是怎么样用的不好的话呢，你的口腔会反酸，但这个完全都不会啊，它就是像你喝一杯很棒的咖啡一样，是很顺口的。所以这个冰淇淋你很喜欢？我好爱哦。这个是美式咖啡，它的咖啡杯形状非常有趣。你刚没有看到吸管，想要知道怎么喝，怎样像啤酒一样要采管？把你当做实验的这个蛮像那个实验的那个。没有啦，有吸管的。你喝喝看，喝喝看。怎么样？好喝吗？很好喝，我很喜欢，因为它喝起来其实还蛮实在的感觉。我觉得它算是中培的，因为它味道啊不会太苦，也不会太酸，算是取在中间值，你可以喝到一点点那种咖啡的苦涩香，但是那种酸香也有上来。我们不是很懂咖啡的知识啦，但是喝了这么多啦，自己还是能分辨好喝不好喝的。最主要我们前面也吃了蛮多家，这个转换口味非常的刚好。我们刚刚一阵手忙脚乱，为了顾那个冰淇淋不要融化。其实我们会来这个喝咖啡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来到基隆呢，除了市场咖啡啊，还有老宅咖啡之外，骑楼咖啡也是很重要、很值得体验的一环。我们大概归纳了一下，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的骑楼咖啡。第一个呢，是因为基隆常下雨，那大家会很迅速的呢，在骑楼下面躲雨。躲雨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喝咖啡。然后再来呢，就是骑楼咖啡它比较平价，大家可能吃饱饭啊，或者是到比较下午的时间啊，工作比较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轻松坐下来啊，喝个咖啡，然后用比较亲切的价格，又可以随性自在的聊天。而且平价的话是可以天天的那种。然后第3种嘞？第3种的话呢，就是基隆其实呢，这边蛮多人都有吞云吐雾的习惯，所以即使有室内座位呢，他们依然会觉得室外座位是最好的。所以室外是更抢手的，就对了。
布丁，感谢老板的相机福利。它这个布丁呢是用云林古坑的咖啡去做的，对，而且这也是艺妓哦，就是艺妓布丁这样，这么好吃，很香浓的咖啡味。我们一般吃布丁啊，有在口腔里面久久不能散去的呢，都是醇厚的蛋香。但这家不太一样，它是一进去的时候，你先感觉到蛋香，然后换成咖啡香呢，久久留在口中不能散去。主角就是煮咖啡了。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客人呢，都叫老板老师，然后跟他讨教很多咖啡的问题啊。那其实呢，来这边呢，很多都是各地来的熟客。那跟老板聊天的时候呢，他说他完全是不用商业豆的，而且常常有40、50种豆子在轮流啊。所以你常常来这边喝美式咖啡呢，可能喝到咖啡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咖啡。那它大部分是用中浅焙的方式在处理，因为这样子呢，更能够喝到豆子的风味，保留比较多的酸味啊，跟一般的这种连锁咖啡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老板在做冰滴，他跟我们说这个豆子呢，1公斤要12000，然后他拿来做冰滴，一杯也是卖250块。然后客人有帮他算，说老板你这个价钱好像不是很符合成本啊。这个现在的量呢才这样子一点点，他滴一整天呐，只能卖9杯，超限量。而且这明天才能喝，早就被预定完了。这一间是金茶湖八宝冬粉。我们有一次在宜兰礁溪呢吃到一间很有名的八宝冬粉，我们觉得很好吃。可是呢，大家好像有点意见说最好吃的在基隆。那这间呢，它其实也是八宝冬粉的创始店，所以我们就来吃吃看。八宝冬粉呢，其实是老板啊从围炉火锅里面得到的灵感。那我们刚刚吃呢，的确觉得，它的汤头呢就很像那种火锅高汤，然后煮了一些很多的料进去，浓缩进去一样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的料。对啊，所以它味道会比较重一点。虽然是看上去呢是简简单单的东西啊，但其实很费工哦，还要专门一锅熬煮汤头，然后另外一锅呢煮这些料。那为了不让汤头变得变得浑浊呢，它的冬粉呢又是另外隔水加热的。所以你看啊，这个汤头虽然说很清澈，可是其实呢它的味道是很够的。是比较咸一点，但是我觉得搭配冬粉之后就会刚刚好这样。这八宝冬粉里面呢，有虾仁跟花枝跟肉羹以外呢，还有很多的食材，比如说金针啊、金钩虾啊、木耳等等。那其实它的食材呢，超过了8种，它只是取一个多数，取一个吉祥的意思。它的冬粉啊，吸饱了汤汁的精华，而且口感保持非常的好。我还蛮喜欢你现在吃的这个肉羹，因为它里面肉感很有咬劲，而且越嚼越香，我很喜欢这种口味的。这花枝羹从外面看就真材实料，吃一口看看。这一碗的花枝羹呢，让我们想到三重诸暨花枝羹的羹里面还蛮有料的。在地53年的老字号了。说真的，到这边我已经吃得非常饱，我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还要来吃干面。因为我跟你讲啊，我前几天在 Trade 上面啊，看到有人说他是南部人，他不知道北部到底有没有好吃的干面，然后他就是说他怎么吃都没有好吃。结果下面果不其然，你知道怎样吗？一大堆基隆来说，你是没有来过基隆是不是？然后大家基隆人对他们的干面非常的自豪，然后哇下面就一排，然后大家都推荐一大堆干面啊。的确啊，我自己上次来吃过那个广东面的时候，哇，我觉得好好吃哦。对，然后觉得也太神奇了，然后我就决定我每次来基隆拍一定要有一碗干面。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说话不要那么笃定。对啊，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去孝山路那边吃，结果有一些就刚好没开，他们刚好就提早休息，所以我就说，这间也不错，评价就试试看。对，总不能一次就让我吃到最好吃的嘛，对。但是或许这就是了。好，试试看，那这一间也是老字号了，试试看。
很香，充满了猪油的香气。但是就是好的干面呢，稍纵即逝。我觉得我们话还是讲太多了，下次应该要全部都吃完，然后再开始讲才对。哦，我刚刚看你吃完头一直点，这么好吃。我觉得1分钟前一定会更好吃，因为它面会更 Q， 对不对？对。可是这个广东面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面特别的 Q， 然后人家说不会烂这样子，所以吃起来有时候口感非常令人受不了，你知道吗？它的口味是很够味，可是又不会太重，多1分太多，少1分太少的那种感觉，恰到好处。每一家大家都是用那个广东面，可是每一个人的配料不太，虽然说都有猪油，但是里面你用的那个，比如说会用那个丸净的酱嘛，每个人都会调的不一样，这样，所以每一间都会各有特色。那我听到很多人在留言底下都会说什么，知道吗？他说基隆每一家都很好吃，绝对都很能打，所以随便一间都很厉害。选择的是经典的广东面，那它其实也有细的版本，这个非常的棒，因为它的猪油啊跟酱啊全部都紧紧的趴在面条上面，而且还吃到那种面条 QQ 的口感。其实我很能够讲出它特别在哪。第一个就是 QQ 的口感嘛，第二个就是它这种面体啊，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猪油、你的任何酱料都很容易薄薄的贴在那个面条上面，而且还有一点被吸收进去的感觉。对，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还可以保持那种口感。所以就是如果你的酱越厉害，这一间就越厉害。对。馄饨汤。我跟你讲，其实经典的基隆人早餐呢，他们就是点干面啊，配上馄饨汤这样一套。那一碗呢，大概就是30啊、35啊，所以你大概60、70块呢，就可以吃一顿很丰富的早餐。因为早期其实基隆啊，非常多的码头工人啊，他们需要依靠劳力工作，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成为他们一天活力的来源，非常的丰富。其实还蛮羡慕这个早餐的，又简单又好吃，又大碗这样子。在台北市区啊，就是你要吃一个美而美啊，都超过60、70块。你可能光吃一个什么简单的三明治，就差不多这个价钱了。这小馄饨呢，非常的好吃。我跟你讲，它放到嘴巴里面啊，那个皮很薄嘛，所以放到嘴巴里面，舌头一抿，它马上就化掉了，所以你就吃到那内馅。那内馅非常的扎实，小巧的，很好吃。我推荐的基隆干面，我以后每一集都要有广东面称赞。太幸福了吧！真的一定要有，拜托大家多推荐。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集呢，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跟大家聊基隆的饮食文化。那其实就是因为来到基隆呢，觉得它的东西太好吃了，进而想要了解它背后的文化。那发现说，其实这些故事都非常的有趣。一直以来呢，我们都觉得基隆的美食跟文化呢是紧紧相依、密不可分的。那他们呢也对自己的饮食文化呢是非常有自豪感。我觉得至少台中以北吧，因为再往下呢还有台南在那里。对，他们也是非常的自豪。我觉得这个程度是差不多的这样子。所以人家说北基隆南台南嘛。我跟你讲，高雄会叫做是南高雄之类的。对。总之呢，就是我们太喜欢基隆了，几乎每个月都想要来一次基隆。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推荐的呢，欢迎再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还会继续来基隆拍摄。好了，今天就先到这边，大家拜拜。